好了，大家，我认真的体验了一段时间，全新的理想 i8 以及25款的理想 L7。今天的视频呢，好好和大家聊一聊，同样是理想汽车，纯电和增程有哪些差别？谁是 I 人，谁又是 L 人？在今天视频正式开启之前啊，我先聊一下25款 L7的5个升级。第一，增加蓝灰色的新外观，棕色内饰变浅，有一点咖啡色的感觉，这个我是挺喜欢的。第二，激光雷达体积缩小。第三，全系标配双腔空气悬架。第四 ，Max 版本升级了大电池，纯电续航从190公里增加到了240公里，和 Ultra 相同。第五，芯片升级，辅助驾驶、主动安全等的能力再提升。核心升级呢，就是这5个。那么今天视频的第一部分，我们先说说驾驶。25款 L7 加速踏板和前代脚感是差不多的，平顺轻盈，但会有轻微弹簧感。相比之下呢 ，i8 它的加速踏板质感非常棒，弹簧感很弱，踩上去也不会有那种咚咚的回弹感。至于刹车踏板 ，L7 相比于我的23款 L7 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呢，就是刹车点头的情况大幅得到了缓解。理想应该是重新调整了电子刹车和机械刹车它那个临界点，就是把临界点后移了，这样在更长的刹车踏板位移中可以保持持续的稳定的线性脚感。而对于 i8 的刹车踏板，线性感更强啊，阻尼感增加了，弹簧感减弱了。i8 应该是我开过理想所有车型中体验最好的加速踏板和刹车踏板，是能让你感受到驾驶快乐的一台理想。和宝马、特斯拉那种顶级的驾驶体验相比呢，我觉得理想如果能够再增加一些刹车的线性感或者阻尼感就更好了。另外，我非常期待理想能够推送单踏板级别的强动能回收。注意，不是强制单踏板，而是单踏板级别的强动能回收。方向盘 L7 和 i8 几乎相同啊，1又1/4圈打满，低速行驶是没有虚位的，响应快，角度准，回轮力度和速度都不错。i8 它的车长是5.08米。L7 呢是5.05米，只差3厘米。5米车长啊，是一个非常平衡的尺寸，可以灵活的窄路掉头，也可以相对从容的进入狭窄车位，同时又能保持一个相对宽敞的车内空间。i8 比 L 系列呢还窄了3厘米，这3厘米对于很多地下车库来说，那就是黄金的3厘米啊！我家当年就是特意给墙上挖了一个小凹槽，就是为了不刮后视镜。我看现在互联网上很多讨论，但是忽视了 i8 它的一个非常强的卖点，就是它是一个在5米出头的这样一个车身尺寸下，拥有了一个5.2米甚至超越5.2米的一个空间表现，这才是 i8 它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因为你不可能每次出门都3排坐满，但是你每次出门一定会遇到停车场景。5米的车长，它不仅更好的停车，而且它会给车主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暗示这台车更好停车，就更愿意开出去。这一点是包括理想 L9在内许多5.2米车长它的一个天然痛点。那我自己在测试理想 L7 和理想 i8 日常驾驶的时候，主要有3个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差异呢，就是驾驶的位置。i8 采用流线型设计， L 系列呢是更传统的 SUV 造型。我看到网上还是有很多人更喜欢 SUV 这种传统造型，对不对？但我个人会更喜欢 I 系列。实际测试了一下，对齐车头的情况下， i8 它的驾驶位要更靠前，也正是这样一段靠前的距离，扩展了2排和3排的空间。更靠前的座位在驾驶上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就是在车头靠近障碍物的时候，对于距离的掌控会更加自信。视野上坐在 i8 里是完全看不见车头的，纵向视野非常宽阔啊，就像开太空船一样。但是 i8 的 A 柱向前延伸要更长一点，这个对左右视野的干扰还是需要适应一下。第3个差异呢，就是 HUD， 因为 i8 它的 HUD 投射位置会更远，那驾驶的时候视线从远处转移到 HUD 就会更加自然。不过因为距离变远了，所以它的成像面积也会相比于 L7 会小了一点。今天视频的第2部分来说说空气悬架。这一次呢，25款的 L7 和 i8 都配备了双腔空悬，核心有3个优势吧。第一个优势呢，自然就是可以更好的去调整高度。i8 空悬呢有4个档位，要比 L 系列多一个较高这个档位。实测空悬调到最低，底盘离地高度是16厘米左右，调到最高呢是21厘米左右。而25款 L7 实测离地高度最低22厘米，最高27.5厘米左右。作为参考，没有空气悬架的 L6 离地高度是18厘米。我的真实感受啊， i8 上下车非常便捷，家里有孩子或者老人，哪怕你不装那个踏板，也可以轻松的上下车，这一点很友好。但是呢，如果你个人有越野需求，对吧？ L7 那肯定是要比 i8 更友好或者更擅长。相比之下，最高的高度提升了6.5厘米，遇到沟沟坎坎压力就会小很多。双腔空悬的第2个优势，更平缓舒适的减震。我对比一下没有空悬的 Model Y， 30公里时速啊，左侧单车轮过减速带。Model Y 在这个场景左右震动会更明显一些，30公里时速，左右双轮同时过减速带。换新 Y 今年舒适性提升非常大，这个场景表现也不错。那当然，对比之下 i8 还是会更稳一些。当我增大难度，10公里时速过一个
很高的减速带。这个场景，特斯拉震动还是比较剧烈，i8相对来说就要更稳定一些。双腔空悬的第三个优势就是相比于单腔空悬，它可以在一些场景中把这个车拉住而不让车左右晃动，像开船一样。大角度转盘实测，左侧呢是我的23款 L7 单腔空悬，右侧呢是 i8 双腔空悬。两款车我都设置的是运动模式，也就是最不容易侧倾的模式。35公里左右时速，通过一个 U 型高架桥，水平仪去显示绿色的时候，那是基本水平的一个状态。大家注意啊，一开始这个两台车身都是水平的，但是随着转弯角度的增加，两台车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侧倾。注意，这个时候 i8 它的双腔空悬明显就把这个车拉住了，让车身不会被甩出去。而左侧老款 L7 出现了明显的倾斜，虽然说屏幕上显示的是倾斜1度，但是车内乘坐感觉倾斜会更加严重。我当时内心已经不自觉地想起 BGM 了，就差把空间站对接的工作交给理想同学。理想同学啊，主驾请讲。如果我晕倒了，你来完成测试。对于驾驶部分的总结，理想 i8 是我开过的理想全系车型当中最好开、最平顺、最紧致的一台车。它的驾驶体验和 Mega 很相似，但是要更加小巧、更加灵活。而25款 L7 它的加速踏板和刹车踏板是3代 L7 里边最强的，我认为是略弱于 i8 的。今天视频的第3部分，说说大家另一个非常关心的问题。续航 i8 这一次配备的是一个98度电池包，充满表显是585公里，那么实际达成率如何呢？今天还没有出发，现在呢是剩余68%。397公里，实测在户外30度，空调21度，市区加国道最高90公里时速，行驶32.5公里，表显减少了31公里，非常扎实。驱动电耗每100公里耗电14度左右。585公里续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从北京满电出发自驾，在不补能的情况下，最远可以开到这么远。如果你每天往返通勤40公里左右，那么可以连续开2个星期不充电，电池还能剩20公里左右。我自己已经开了3年纯电车啊，我对于续航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超过400公里，日常驾驶就完全没有续航焦虑了。但是如果低于400公里呢，心里会有一点毛毛的。另外，理想 i8 这一次是支持了5C 充电啊，我也是去体验了一下，人生第一次使用理想5C 充电的感受。为了给大家演示这个快充啊，这个车放在地库里，空调大开，开了一整个晚上。现在进去之后，这车里跟冰窖似的，方向盘都冰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剩余的里程已经掉到22%了。然后现在整个车上全是这种水雾和哈气啊。我们现在准备去充电。理想5C 充电站呢，它是和第三方充电站在一起的。大家看到带地锁的这几个桩就是理想的桩，其中4C 的桩支持所有车，包括第三方，而5C 呢，则是理想纯电限定。到达充电站之后，你可以通过语音去调出充电桩的界面，然后你想降哪个地锁，你按一下屏幕就好了，不需要拿出手机扫二维码，这一点我觉得很方便。好了，看到了吧？降下去了。5C 充电桩枪不沉啊，力气小的用户也完全不用担心自己拿不动。实测我从20%开始充电，16分钟从124公里续航就冲到了556公里。特别说明，由于电车最后一小段它为了保护电池，功率会大幅下降，充电时间会大幅提升，所以理想官方充电桩呢，它会限制最高你就能充到95%。我觉得这个限制还挺合理的，就是让更多的车主能够享受到快速充电。充满了。刚才是2点26插的枪，对吧？它预估16分钟，实际上就充了16分钟，15分钟几乎充满。我认为这个对于一个电车用户来说，几乎是没有等待负担的，因为你在高速，你下车休息、上个厕所、伸伸胳膊、伸伸腿儿，大概也得10来分钟。但是在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15分钟充满呢，它的前提是不排队。如果你前面有2个车在排队，那么你就要等待30分钟，等你充完就需要45分钟了。所以我认为理想它的5C 充电啊，现在属于万事俱备，核心就看理想它的5C 铺装的速度了。那么说完 i8，我们再来说一下理想 L7 的续航。理想 L7 这次拥有这个大电池，它的纯电续航来到了240公里，每天上下班通勤40公里，那么可以无负担的从周一开到周五，不用额外补电。那周末去充电桩充一次，实测20%到95%，花费30分钟，基本上就是看一集电视剧的时间。当然了 ，L 系列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使用一种叫增程器的东西啊。如果我们去加油的话，在1分钟之内
啊，加油续航就能达到945公里，油电同时使用，单次续航最高可以达到1185公里。也就是说，满油满电的情况下，从北京出发，大概可以跑这样一个范围。增程相对于纯电，它的续航优势绝不在于跑得远，而在于在各个场景中，你完全不需要有电量焦虑。比如说对外放电，用一个电磁炉啊，用个电热水壶啊，这些都没有任何顾虑，就极大的拓展了使用场景。这也是我家买的2台理想 L7 开了2年半最满意的使用场景。关于续航部分的总结，如果你热衷于自驾，然后或者因为工作或者家庭的原因，你日常呢需要开400-500公里的这样一个长途，那么理想 L7 就是那个更好的选择。如果你大部分时间是在市区使用，偶尔出去自驾，那么理想 i8 绝对够用。而且理想 i8 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便宜呀，300公里95号汽油价格是150元，那么每100公里它的成本就是50块钱。而理想 i8 它使用最快的5C 充电，461公里花费85块钱，它的100公里成本只要18块钱。充电什么时候最便宜？就是出租车司机师傅越多，就代表这个时段充电越便宜啊！这个是我发现的一个真理。这还是公共充电桩啊！如果你有加充，如果你所在的城市刚好有波谷充电，一度电3毛钱，那么100公里成本就只有5块钱。那么说完了驾驶和续航这2个大头对比，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对比一下其他的7个小细节啊。第一个细节呢，就是空调出风口。 L 系列呢是传统的机械出风口，直观简单啊，即使对车完全不熟悉的爸妈，也可以快速把空调关闭，留下一句这空调吹得我骨头疼。I 系列呢则是隐藏式出风口，简约好看，精准调节风向，需要进入2级菜单，这个就比较麻烦一些。但是呢，你不用动手也可以直接说空调对人吹，搞定。i8 出风口它最大的优势呢，其实是更先进，就是它可以像摇头风扇一样，这样扫风吹，不会对着人吹，同时又能快速的降温。打开智能扫风，主驾风向帮你调成智能扫风了。这一点 L 系列的机械出风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虽然不能智能扫啊，但是可以手动扫，对不对？我不仅可以左右扫，我还可以上下扫，就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第2个细节差异呢，就是 i8 它是支持一个电子后视镜。哇，我必须要说，理想这个电子后视镜真的是我用过最清晰、视野最广的一个后视镜。大家可以看到，用传统的这种镜面后视镜，3排的座椅和乘客的存在都会遮挡视野，你更不要说2排娱乐屏如果开启的话，那个后视镜几乎就无法用了，对不对？我们再看一下电子后视镜，我可以毫无障碍的看到后方最多4条车道，这个视野极广。在这里可能有用户比较担心，那这个电子后视镜它通过一个摄像头成像，晚上的话会不会看不清呢？请看 VCR。 其实晚上是电子后视镜的优势场景，就是它的画质依然清晰，而且夜间行车大家都会开车灯，对不对？传统后视镜如果有防反光的话呢，那你的后边内容是看不清的。但这个时候电子后视镜因为它是拍摄的画面，就完全不会出现反光的情况，而且它因为是电子屏幕啊，你压根也不需要让后视镜反射后面的那个视线，你可以完全避开后车大灯，把镜子转向你自己的视野。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超级方便。如果说电子后视镜有什么缺点，那我认为它最大缺点就是它不是标配的啊，它也不单卖，它是和2排的娱乐屏绑定在一起，售价1万块。对于不需要2排娱乐屏只想要一个电子后视镜的用户来说呢，就会比较纠结。那么接下来我就说说第3个细节对比，2排娱乐显示屏。i8 的2排娱乐屏它是要比 L 系列更大的，就是从15.7英寸升级到了21英寸，它的视觉观感更震撼。加上本身和2排、3排都可以拉开空间，所以观看体验非常好。是否需要单独选配这个娱乐屏呢？我觉得大家判断自己是否有这3个使用场景啊。第一个场景呢，就是有小朋友坐车看动画片、纪录片什么的，可以安抚他的情绪啊，转移他的注意力，更安静的一个座舱，也可以让爸爸妈妈更专心的开车。那么第2个使用场景呢，就是长途自驾，路途时间长，这个时候你看一集综艺啊，或者看一部电影啊，手边准备一些零食、酸奶，那还是很舒服的。第3个使用场景就是影音爱好者。无论是 L7 还是 i8， 它的音响体验可能是很多普通用户日常能接触到的最好的家庭影院了。杜比全景声环绕所带来的那种空间感，你不说周末晚上特意跑车里去看电影，你就等孩子下课外班那40-50分钟，坐在2排去看一会儿那种大片，这个体验也是很好的。那么大家就可以想一想自己生活中是否有这3个场景，如果确实有，那么你是可以考虑花1万块钱来选配中央屏幕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其实就不建议你选这个2排屏幕了。1万块钱给自己换一台新手机或者换一台新电脑，我觉得也蛮好的。第4个细节对比呢，就是座椅通风。i8 呢是座椅靠背是吸风的，坐垫是吹风的。L7 呢是靠背和坐垫都是吹风的。我个人感受 i8 的体验会更好一些，就是吸风式啊，它对于风的感知是更弱的。第5个细节对比就是 i8 有一个给主驾专门定
定制的前置音箱在那个方向盘后边，导航声音啊，或者说接打电话的声音啊，都是从这个音箱出现的，避免打扰车内其他的乘客，同时也不会打断驾驶员和车内其他乘客的那个声音通道。我的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呢，就是导航声音和音乐声从原来的那种糊在一起，现在变成了特别清晰的区隔。之前我有一个专门做声音的朋友，他告诉我说，区分声音最佳的方法就是把发声位置区分开。第6个细节对比，车内噪音控制。这个位置我测试的时候测错了，i8用的是更硬的运动模式测试的，在80公里时速的时候呢，隧道的车内声音是61分贝，也是一个非常安静的表现了。L7这个没有问题，使用的是舒适模式测试，最低呢是58分贝。第7个细节对比，空间。但是呢，因为 L7 它本身是一个2排的车，然后 i8 是一个3排的车，直接对比呢，价值不是特别大。我在上一个视频里测试过，i8 它的空间利用率是理想历史最佳，就是在5.08米的长度下，拥有了一个超过5.2米车长它的内部空间。如果我把3排座椅放倒，就是把 i8 当成一个2排的车辆。现在左边最大的距离呢是125厘米，中间最长的距离呢是127厘米。好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就是L7 前面顶到头大概是108左右吧。i8 拥有零重力， L7 呢则拥有皇后座椅。我更喜欢皇后座椅多一些，一方面呢是皇后座椅它的环绕感更舒适，更有安全感；另一方面呢，零重力对我的身高来说，腿伸不开会被卡住。今天视频的第4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我们来聊聊理想的辅助驾驶。首先，对于日常辅助驾驶停车这种场景的辅助驾驶已经非常成熟了，哪怕你停车技术一般，你也完全不用担心。对于高速或者说封闭路段的辅助驾驶，之前的智驾版就已经很成熟了。那么最重要的，或者说我这次最看重的，其实是城市路段，就是那些没有划线的十字路口，那些车辆拥堵的加塞现场，以及各种行人突然从路边冒出来的复杂场景。今年呢，2款新车的辅助驾驶提升真的巨大。目前理想有2套模型，一套呢是基于本地芯片 AI 运算，它去快速的模拟路面上其他车辆可能的运堵轨迹，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决策。另一套呢是基于视觉识别的 AI 运算，包括路面上的公交车道信息呀、道路指示牌信息呀，都能通过摄像头去汇报给车机系统。哎，它有个主动变道。哦，这个我觉得变道变得很成功啊，因为左边这边车一直在拥堵。我的一个真实感受啊，现在理想通过路口这种没有划线、车辆比较多的场景，明显更坚决了。就是复杂混乱的场景，没有出现一动不动装死的那个情况。我跟大家说啊，你始终保持运动，对于后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哪怕你其实没有开出多远，但是给后边的车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在很努力、很着急的往前开，因为他看不着你前面的情况嘛，他就感觉你在很努力、很着急。如果你这个车停在路中间完全不动，那后边的车一定就会滴滴你，他一滴滴你，你一定会紧张，你一紧张一定就会后背冒汗，你一后背冒汗一定就会取消辅助驾驶，改为人工接管。你一旦出现人工接管，下次你就不会再想优先使用辅助驾驶了，那么你使用这个辅助驾驶的频率就会越来越低。这一次我测试2款车对于复杂路口处理的都很好，但不足之处呢，就是还是过于礼让了。基本上如果有加塞的车辆就会让直接放弃抵抗了。我在想，理想是不是可以推出2个辅助驾驶大模型，就是一个是礼貌派，一个是激进派。总体来说，25款理想的辅助驾驶终于达到了市区内我愿意主动开启的水平。这个评价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非常不容易。市区辅助驾驶不是说它提升一点用户就能感受到一点的，因为一旦用户不信任，一旦用户背后冒汗之后是完全不会打开使用的，也就是说一点提升你都感觉不到的。25款我用了1周时间，我感觉很好，有过2次小跑偏，但确实是对应的路段非常奇怪，总体来说我是很满意的。智能驾驶已退出。我觉得理想的市区辅助驾驶到2025年应该算是一个新的起点了。以上就是我在使用了1周理想 i8 以及理想 L7 的全部真实体验分享。没有完美的车啊，我认为每一台车它的各种体验细节都是针对它所适应的用户人群所做的平衡和取舍。作为一个期待理想纯电1整年的这样一个用户啊，对于 i8 的体验我是非常满意的。我现在就等着 i6 发布了。i8 呢，我觉得在 i 系列还是一个试探的选手，就是看看用户的口风，同时呢也看一看市场的竞争，因为它的定位人群呢本身就是市场上相对来说比较窄的那个人群。我们可以看一下 L 系列的4款车型 ，L8 它的销量呢本身在这4款车型里呢也是偏少的那一款。所有人都知道 i6 才是那个真正能够撬动市场的明星车型。在这里呢，我想给理想一个我个人的建议，就是用户对于产品的定位预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i 系列它到底有几款产品？i8 之后会不会
有一个更旗舰的i9，那 i6 之后会不会有一个更旗舰的5座版 i7？如果用户对这个产品定位系列不清楚，那么他就选择观望，那么他就会选择等待。所以我建议理想其实应该更坚决、更主动、更彻底一些。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这期视频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